纽约州简本，帝国之州，自由女神。如果您认为自己对纽约州了若指掌，请再想一想。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仔细研究帝国州，揭示其隐藏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人民。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到阿迪朗达克山脉，从大苹果到点缀在风景中的小镇，新约克州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因此，让我们开始吧，并在此过程中享受一些乐趣。一、荷兰和英国为纽约而战。荷兰和英国定居者大约在同一时间抵达现在的纽约州。两个群体都想为自己要求土地，两个群体对如何生活和治理都有不同的想法。荷兰人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更加宽容，他们允许美洲原住民保留自己的土地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另一方面，英国人就不那么宽容了，他们想迫使美洲原住民放弃他们的土地，像英国人一样生活。这导致了两个团体之间的大量战斗。1664年，英国人终于击败了荷兰人，控制了纽约州。Dutch 对此并不满意，他们不想被英国人统治，这导致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年来，英国和荷兰人继续争夺纽约州的控制权。最后，在1673年，荷兰人放弃并将该地区的控制权割让给英国人。二、帝国的诞生。纽约州是最初形成美国的13个殖民地之一，它于1788年7月26日被接纳为第11个州。该州的首府是奥尔巴尼，其最大的城市是纽约市。纽约州通常被称为帝国州，这个绰号在1900年代初由纽约州州长本杰明·奥德尔首次普及。帝国大厦于1931年完工，帮助巩固了这个绰号。帝国州是一个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州，拥有丰富的历史。它是该国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地标和景点的所在地，包括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由女神像和中央公园。纽约市也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剧院和餐馆的所在地。纽约州是许多行业的领导者，包括金融、时尚、媒体和技术。它也是蓬勃发展的艺术场景的所在地。纽约市拥有世界上一些最负盛名的学院和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纽约州的人民和该州本身一样多样化。纽约人以其勤奋的职业道德、创造力和坚持自己信仰的智慧而闻名。无论您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还是只是来访，帝国州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三、纽约市，宇宙的中心。地球上没有像纽约市这样的地方，它是宇宙的中心。纽约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帝国大厦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它位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纽约市。纽约市是世界金融之都。华尔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街道。联合国设在纽约市，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在那里工作。纽约市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也是世界上最潜水的城市。如果你想成为某个人，你必须去纽约市。四、格底斯堡战役，战争中的帝国。1863年7月1日清晨，格底斯堡战役开始。在炎热、尘土飞扬的3天里，超过15万名男子在现在被认为是内战转捩点的地方死亡。帝国大厦处于这场战斗的中心，有超过8万名公民为联邦军队而战。在战斗的第一天，帝国州的人冲进了 C 同盟军的防线，将他们赶了回来。但同盟军重新集结并反击，将联邦人赶了回来。战斗来回拉锯了一整天，双方都没有取得优势。第二天，联邦军队终于开始占上风，他们把同盟军击退，控制了制高点。从这个位置，他们能够向敌人倾泻炮火。第三天，邦联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推进，试图占领制高点，但他们遇到了一堵拒绝让步的联邦人墙。经过数小时的残酷战斗，同盟军终于放弃并撤退。格底斯堡战役是内战的转捩点，
帝国在联邦的胜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伊利运河，通往西方的门户。伊利运河曾经是货物和人员向西的主要运输方式。运河允许从大西洋到五大湖的更直接的路线，并开辟了新的贸易市场。运河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壮举，是纽约州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今天，伊利运河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仍然用于休闲划船。6移民浪潮，纽约欢迎世界。在1800年代初期，纽约市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其人口迅速增长。许多新来者是逃离马铃薯饥荒的爱尔兰移民，其他人是德国移民，他们来逃避宗教迫害。还有一些人是来寻求财富的意大利移民。到1800年代中期，纽约市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移民港口之一，每天约有7000名移民抵达该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穷，没有什么钱。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移民都受到张开双臂的欢迎。一些美洲原住民将新来者视为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一些富有的纽约人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并降低工资。尽管面临挑战，移民还是不断涌入。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习俗和传统。他们开办了企业和教会。他们创造了反映他们文化的社区。他们使纽约市成为一个更加多样化和有趣的地方。纽约洋基队，历史上最成功的体育特许经营权。纽约洋基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体育特许经营权。他们赢得了27次世界大赛冠军，比棒球界的任何其他球队都多。洋基队还赢得了40面美国联盟锦旗，这也比其他任何球队都多。洋基队拥有棒球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球员，包括 Babe Ruth、Lou Gehrig、Joe DiMaggio、Mickey Mantle 和 Yogi Berra。洋基队在洋基体育场进行主场比赛，这是所有运动中最著名的体育场之一。洋基队是棒球界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他们拥有庞大而忠实的粉丝群。8点百老汇音乐剧，纽约给世界的礼物。百老汇音乐剧，纽约给世界的礼物。纽约州是世界著名的百老汇音乐剧的所在地。百老汇音乐剧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多年来一直为观众带来欢乐。百老汇音乐剧以其壮观的布景、服装和编舞而闻名。他们还以其令人心碎的故事和令人难忘的歌曲而闻名。纽约州是一些有史以来最具标志性的音乐剧的所在地，包括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狮子王》。百老汇音乐剧适合每个人，从儿童经典到坚韧不拔的戏剧。百老汇音乐剧适合各种口味。这部百老汇音乐剧是纽约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纽约市观看百老汇演出。1个多世纪以来，百老汇音乐剧一直在娱乐观众，而且他们没有放缓的迹象。9纽约时尚，装扮世界。您如何看待纽约时尚？也许你会想到经典的纽约造型，剪裁的体的西装，清爽的白衬衫和一双时髦的鞋子。或者也许您会想到在纽约市街头看到的更独特和折中的风格。不可否认，纽约以时尚之都而闻名。但是，你知道纽约的时尚界超越了城市范围吗？事实上，整个纽约州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时尚历史。从荷兰殖民者的集会时代到现在，纽约人一直走在时尚的最前沿。在1600年代初期，建立纽约市的荷兰殖民者以其时尚的服装而闻名。女性穿着带有复杂蕾丝领口的连衣裙，男性穿着时尚的马裤和背心。到1800年代中期，纽约已成为美国时尚业的中心。像莉迪亚·赫斯特 Lydia Hearst 和莎拉·詹姆斯 Sarah James 这样的设计师在富人和名人中很受欢迎。1900年代初期，随着女性开始参加网球和高尔夫等活动，运动服装有所增加。Jane Derby 和 Claire McCardell 等设计师为这些新活动创造了时尚而实用的服装。今天，
纽约是一些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发饰恩设计师的故乡，包括 Ralph Lauren、Donna Karan 和 Calvin Klein。纽约的时尚界与城市本身一样多样化，设计师为各种风格和预算创造服装。因此，无论您是在寻找最新趋势还是经典款式，您都一定会在纽约找到它。毕竟，俗话说，如果你能在这里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10世界最高建筑，帝国大厦。帝国大厦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它位于纽约市，位于西33街和西34街之间的第5大道。它建于1931年，高1454英尺。帝国大厦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直到1970年世界贸易中心建成。帝国大厦仍然是纽约市最高的建筑。它有103层，由钢和石灰石制成。它有2000个窗户和6500盏灯。建筑物的顶部有一个甲板，您可以去看城市。帝国大厦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11. 中央公园，纽约市的心脏。中央公园位于纽约市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该公园占地800多英亩，拥有无数的树木、花卉和植物，以及湖泊、池塘和溪流。中央公园也是观鸟的热门目的地，在公园里发现了200多种鸟类。除了自然美景外，中央公园还拥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和雕塑，包括爱丽丝梦游仙境雕像、历城城堡和中央公园动物园。该公园也是许多受欢迎的旅游活动场所，例如中央公园旋转木马、中央公园温室花园和中央公园购物中心。有这么多的景点和活动，难怪中央公园是纽约市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12. 奥伊贝蒂雕像，自由的象征。自由女神像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自由象征之一。这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是纽约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自由女神像高305英尺，位于纽约港的自由岛。它由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设计，于1886年10月28日落成。自由女神像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是移民来到美国的热门目的地。13. 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奇观。纽约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前来观看瀑布的壮观景象和声音。但是，你知道尼亚加拉大瀑布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脸吗？这个自然奇观背后有很多有趣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以下是关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一些有趣事实。瀑布形成于12000多年前，当时冰川融化并形成了尼亚加拉河。瀑布由3个不同的瀑布组成：马蹄瀑布、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瀑布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瀑布是度蜜月和婚礼的热门场所。瀑布也是极限运动的热门地点，如蹦极和激流漂流。每年约有3000人首次参观 Falls。所以，下次你来纽约时，一定要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是您不容错过的世界奇观。14. 阿迪朗达克，荒野天堂。经过漫长的一天徒步穿越荒野后，您的骑盟友到达了山顶。当您屏住呼吸并欣赏美景时，您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远处的奇怪景象。它看起来像森林中间一个巨大的绿褐色斑点。当你走近时，你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一大堆垃圾。您可以看到从旧轮胎到破电视，再到速食包装纸的所有东西。这就像有人从纽约市拿走了所有的垃圾，把它倾倒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的中间。你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当你这样做时，你会不禁想知道这堆巨大的垃圾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你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阿迪朗达克不再是他们曾经的荒野天堂。15. 哈德逊河谷，风景秀丽的奇幻之地。哈德逊河谷是纽约州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之一。它充满了美丽的山脉、
山谷和河流，还有许多历史和文化景点可供参观。哈德逊河谷的人们友好而热情，他们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并喜欢与他人分享。16长岛，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荷兰殖民地新荷兰的早期，现在被称为长岛的地区分为两部分，东部被称为拿骚河区，西部被称为亨普斯特德平原。拿骚河区于1664年由约克公爵统治下的英国人定居，亨普斯特德平原由荷兰人定居。这两个的区直到1874年拿骚县政府成立时才正式统一。今天，长岛拥有超过700万人口，使其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它也是该国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其资源来自世界各地的。长岛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以其海滩、公园和长岛峡湾而闻名。它也是一些美国最负盛名的学院和大学的所在地，如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17手指湖，四季皆宜的游乐场。纽约州的手指湖地区是所有季节的游乐场。11个手指湖，包括卡南戴瓜、库卡、瑟内卡和卡尤加，提供全年的娱乐和风景秀丽。在冬季，游客可以享受滑雪、单板滑雪和冰钓。手指湖也是该国一些最好的酿酒厂的所在地，使其成为葡萄酒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春天，手指湖地区开满了开花的花朵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树叶。手指湖是远足、骑自行车和划独木舟的好地方。在夏季，手指湖提供各种活动，包括游泳、钓鱼、划船和露营。手指湖也是音乐节和其他活动的热门目的地。在秋天，手指湖地区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树叶窥视环境。手指湖也是采摘苹果和参观南瓜农场的好地方。无论一年中的什么时候，纽约州的芬格尔湖地区都是一个游览的好地方。18卡茨基尔，山间度假。想象一下，你正在开车上87前往卡茨基尔。叶子变色，空气清新。您迫不及待地想远离喧嚣，在大自然中放松身心。当你走近时，你开始看到卡茨基尔山间度假的标志。你不太确定会发生什么，但你很高兴能找到答案。当您驶出高速公路并驶入蜿蜒的山路时，您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卡茨基尔山间度假的标志。你开始怀疑你是否来对地方了。突然，你看到一个标志，上面写住卡茨基尔山间度假。你终于来了。当你把车开进停车场时，你会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个标志周围。他们都穿着远足装备，似乎正在准备远足。你走进小组，问这是否是卡茨基尔山间度假的正确地点。他们都看住你，开始笑。不，这是卡茨基尔山间度假，其中一人说。你来错地方了。你感谢他们的帮助，然后开始回到高速公路上。当你开车离开时，你会看到一个标志，上面写住卡茨基尔山间度假。当你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兜圈子时，你会忍不住嘲笑自己。但是，嘿，至少你最终找到了正确的地方。19奥尔巴尼，帝国州的首都。奥尔巴尼是帝国州的首府，是位于该州复活节部分的一个小城市。这座城市拥有许多历史和文化景点，以及许多企业和组织。奥尔巴尼也是纽约州的政府所在地。奥尔巴尼市由 D.H. West India Company 于1624年建立。奥尔巴尼是纽约州最早的欧洲定居点之一。这座城市最初被命名为奥兰治堡。奥尔巴尼是荷兰殖民地新荷兰的首都。1664年，英国人控制了荷兰的欧尼，并将其更名为纽约。奥尔巴尼成为英国殖民地纽约的首都。1754年，奥尔巴尼是奥尔巴尼大会的所在地。奥尔巴尼大会是来自7个殖民地的代表的会议，旨在讨论如何更好地保卫殖民地免受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的侵害。奥尔巴尼从1785年到1790年是美国的首都。在此期间，奥尔巴尼是1787年至
制宪会议的所在地，该会议批准了美国宪法。1800年，奥尔巴尼是纽约州的首府。从那以后，奥尔巴尼一直是纽约的首都。奥尔巴尼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这座城市拥有许多历史地标，如州议会大厦、帝国广场和奥尔巴尼历史与艺术学院。奥尔巴尼也是许多学院和大学的所在地，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奥尔巴尼法学院和奥尔巴尼医学院。奥尔巴尼市位于哈德逊河谷，哈德逊河穿过奥尔巴尼市。这座城市位于哈德逊河和莫霍克河的交汇处。奥尔巴尼属湿润的大陆性气候，这座城市经历了炎热潮湿的夏季和寒冷多雪的冬季。阿尔巴尼拥有许多文化景点，奥尔巴尼交响乐团、奥尔巴尼市民剧院和奥尔巴尼历史与艺术学院只是这座城市必须提供的一些文化景点。奥尔巴尼也是许多职业运动队的主场。奥尔巴尼魔鬼队、奥尔巴尼派特龙队和奥尔巴尼火鸟队都是以奥尔巴尼为家的职业运动队。奥尔巴尼是一个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的城市，历史、文化、艺术、音乐和体育只是这座城市必须提供的一些东西。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参观或居住的地方，奥尔巴尼绝对是您应该考虑的城市。20纽约，帝国州。如果您想了解美国最迷人的州之一，没有比其最大的城市更好的起点了。纽约。帝国州拥有丰富的历史、多样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特别的地方。以下是你应该知道的关于纽约的20件事。1. 纽约以约克公爵的名字命名，他后来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2世。2. 荷兰人于1624年在纽约建立了第一个欧洲定居点，他们称之为新阿姆斯特丹。3. 从1785年到1790年，纽约是美国的首都。4.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800万。5. 纽约市是自由女神像的所在地，自由女神像是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自由象征之一。6. 纽约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标，包括帝国大厦、中央公园和时代广场。7. 纽约拥有许多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康奈尔大学。8. 纽约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拥有世界知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剧院。9. 纽约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2支球队洋基队和大都会队的主场。10. 纽约以其多样化的人口而闻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称它为家。11. 纽约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系统，拥有超过468个车站。12. 纽约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摩天大楼，包括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13. 纽约是举世闻名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所在地，这里是 NBA 尼克斯队和 NHL 流浪者队的主场。14. 纽约以其美味的食物而闻名，包括比萨饼、百吉饼和热狗。15. 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圣派翠克节游行的举办地，该游行每年在曼哈顿举行。16. 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是国际外交的主要中心。17. 纽约是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所在地。18. 纽约是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设计师的故乡，包括拉尔夫、劳伦和卡尔文·克莱因。19. 纽约是许多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包括 NBC、CBS 和时代华纳。20. 纽约是一个真正独特而特别的地方，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结论：揭开帝国州的面纱，纽约州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人民一书对于任何有兴趣了解帝国州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好书。它充满了关于该州历史、地理、文化和知识的有趣事实和故事。作者在使这本书变得愉快和易于阅读方面做得很好。我会向任何有兴趣了解纽约州的人推荐这本书。